陌生人给的零食千万别吃，不然的话就会像这个小朋友一样被大叔骗到车厢和一群壮汉玩游戏。要不是腌黄瓜及时出场保住了男孩的菊花，指不定又是菊花残满地伤。古德曼家一大早就十分温馨，小汤米到了换牙期，老爷子给他讲了牙仙的故事。汤米反问，那你摘下假牙，牙仙会来吗？给老爷子整无语了。老爸建议去院子里摘个苹果咬一口，因为自己的第一颗牙就是这么掉的。看着汤米远去，老爷子才说自己打死不会摘假牙，因为腌黄瓜先生会把封着娃娃头的鸟放到自己枕头底下，那只鸟甚至会在老爷子胸口拉五芒星粑粑。汤米走进来告诉大人，不仅没有苹果了，贾家菜园子都不见了。贝弗利告诉儿子，那是因为自己把蔬菜榨成汁儿了。来到镇上的小汤米遇到了老熟人警长和伯金斯先生，他们提醒小汤米要注意点，因为最近小镇里有恋童癖出没，如果通缉令上的这些男人想对汤米动手动脚，就把他们叫去警长的牢房。汤米来到霍尔顿果园，拿起红彤彤的苹果就咬了一口，发现牙齿没掉，就去摘了下一颗。旁边被咬了一口的苹果都堆成了小山，农场主冲了过来，结果就看到自己的稻草人上站满了乌鸦，稻草人就是为了赶走乌鸦的，现在居然同流合污。汤米告诉他自己在用苹果拔牙，农场主告诉他苹果拔牙不得劲儿，还是得用枪才行。今天来推销的琳达状态似乎非常不好，贝弗利给他倒上了一杯蔬菜汁，忽然瞥见自己老爸戴了个头盔出门，原来是老爷子为了防止腌黄瓜偷走自己的假牙。农场主一开枪，汤米就期待着自己的牙被拔下来，但是子弹打在了稻草人上，并没有脱落。汤米失望地表示自己看不到牙仙了。农场主告诉他，牙仙并不存在，你外公是在骗你，是个大骗子。绝望的农场主再次准备吞枪自我了结。上一次是看到乌鸦站在稻草人肩膀上的时候，腌黄瓜一声令下，乌鸦就都飞走了，飞到了古德曼家，抢走了老爷子的假牙。因为想续杯，但是没有水果蔬菜，琳达叫贝弗利坐上坏掉的车子，自己动手修了起来，还真叫他给修好了。于是两人顺利出发。另一边的古德曼连在公司上厕所都要花钱，伯金斯先生正准备和一群靓女去自己的浮夸车上潇洒一番，就被汤米打断了。汤米失望地告诉伯金斯，自己的外公骗了自己。伯金斯只有告诉汤米，牙仙一般不轻易出现，除非你是大人。听到这儿，汤米来劲儿了，这也不得给牙仙卡个 bug。古德曼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商铺可以上厕所了，就因为身后的男人开了低俗的恋童玩笑，被警长逮捕。这下所有人都要出去了。古德曼表示，我真的栓 Q 啊。另一边，琳达和贝弗利来到霍尔顿果园，装得盆钵瓢满。农场主再度抑郁，准备自我了结，抬头就看到了自己的稻草人，眉毛和衣服全没了，而这些东西此时都在小汤米身上。被发现的恋童癖落荒而逃，不小心撞到了汤米，糖果掉了一地。警长赶到，却把捡起糖果的汤米误认成恋童癖给抓了起来。此时真正的恋童癖被腌黄瓜梅开二度，戳破了另一只眼睛，而腌黄瓜只能眼睁睁看着小主人被关进监狱。进入监狱以后，为了能逃出去，汤米撕掉了伪装。恋童癖们发现汤米这招有效，全部效仿。警长心也是够大，居然真的全部都放走了。男孩被恋童癖诱拐上车，忠犬为救小主人，用榨汁机将坏人全部榨成了汁儿，还给沉睡的男孩编造了美妙的牙仙梦境。这样的小狗，你想来一只吗？憋了半天的古德曼好不容易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正想纵享丝滑，就被警长呵斥，因为他的成年人味道会盖过童子尿。此前警长正在设置吸引恋童癖的诱饵，就这样被无情赶走。逃出监狱的这群男人给了汤米一个糖果，看着汤米掉下来的牙，哄骗他说会带他去见牙仙。腌黄瓜先生赶来时，汤米已经被这群恋童癖给骗上了车，赶紧狗不停蹄的继续追，身后是正在追着乌鸦的老爷子。贝弗利绝对很后悔自己先前的决定，因为刚到家那些水果就已经被琳达全喝完了，甚至这个疯女人不由分说的抢过方向盘，再次去果园来了个零元购。可怜的农场主出来一看，他喵的，自己的稻草人怎么又不见了？眼看琳达已经上瘾，贝弗利无奈将榨汁机扔出窗外，随着琳达跟着冲了下去，榨汁机就这样滚到了腌黄瓜的跟前。汤米在一堆壮汉的围观下喝下了睡眠糖浆。你要说他们没良心呢，为了让孩子以为牙仙来过，甚至决定去捡瓶子换钱放在枕头底下，不然孩子还会受到精神创伤。老爷子好不容易追
追上了自己的假牙，就看腌黄瓜已经把这群人给榨成了汁儿，还带着老爷子的牙，边跳舞边把这些人渣汁儿倒进了回收垃圾桶。借了一下那位的面皮子和四肢，老司机腌黄瓜一路直杀血库，借用老爷子的名义捐赠了一大桶血，换了一堆钱。警长还在街边返璞归真的模仿小孩，老爷子跑过去告诉他森林里有一辆白色货车。警长一听，赶紧和老爷子赶过去，进去一看，发现是大梦初醒的汤米，看到枕头下的钱，开心的表示牙仙来过了。看到孙子高兴的表情，老爷子也不便多说，只有好好的守护孩子的小小幻想。录像带里其实是腌黄瓜先生偷来的稻草人，穿着小镇上娃娃店衣服的样子。看到警长滑稽的样子，汤米笑他有胡子，一点都不像个小孩子。于是警长剃掉了胡子，把先前侥幸逃掉一劫的那名恋童癖成功缉拿归案。虽然但是吧，其实他压根儿也看不到啊，花胡子干啥呀？古德曼憋了一天，终于回到了家里，以为终于可以上厕所了，却被家人拦住。汤米用钱修好了古德曼的车子，腌黄瓜也找到了榨汁机，谁知道刚放下就被琳达尖叫着抢走了。这一声尖叫直接给古德曼吓尿了。更难过的是，老爷子的假牙此时正被腌黄瓜嚣张地含在嘴里。杀手间的交易就是如此冷漠无情。牛仔男前脚刚交完钱，后脚就开始期待。拿到遗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漂白自己的皮燕子。腌黄瓜拿起树枝对着牛仔男的皮燕子就是偷袭，这下好了，省钱了，不用漂白了。老爷子睡醒发现房间一片狼藉，赶紧跑到楼下去告诉家人，昨晚和腌黄瓜相处的还不错，大半夜居然往我嘴里倒威士忌，一人一狗大半夜跑到酒吧里玩嗨了。直到后面遇到女儿的朋友琳达就不记得了，还以为腌黄瓜想通了，不打算折磨自己，转头就看到琳达带着老婆子的结婚戒指，跑出来搔首弄姿的说，老爷子昨晚真猛。看着女婿丢下的报纸上圈起来的闪婚离婚律师广告，老爷子灵机一动，律师提出计划，用卧底和琳达打造不忠假象，然后离婚。琳达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堆在一起，一堆匪夷所思的操作让贝弗利气愤不已。这场婚姻就是一个灾难。贝弗利很后悔自己当时在餐桌上说的那句婚姻是一项你必须恪守的感情承诺，因为这句话正从琳达嘴里冒出来。女孩肚脐上长了一根恶心的大拇指，但她却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自卑，因为她深知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反而安慰起一旁的男孩。男孩刚刚因为瘸腿而被恶霸嘲笑，结果男孩转身就投敌恶霸。老爷子一开门就看到了律师的肌肉帮手蒜头哥，蒜头哥一上来就看到了辣眼的一幕，再看看自己带的道具，他是哪个都不合适。腌黄瓜把蒜头哥五晕带走，老爷子开开心心跑过来，就看到琳达一个人手上拿着道具，问自己是不是要玩重口味了。蒜头男醒来发现自己不知身处何处，眼前全是戴着舞会面具的男男女女。古德曼的公司又开始天马行空，老板让大家推销破坏王手办，否则的话就会被手办原型撕烂。破坏王冲出来搞了一堆破坏后，邀请众人观看他晚上的比赛。律师不敢相信眼前的老头居然说自己的帮手消失了，于是开始制定起 Plan B。 没曾想窗外的腌黄瓜偷听了一切。小琳达带着汤米去了镇上的裁缝铺，格洛利亚只有手却没有手臂，但不妨碍他做得出镇上最好的钉子裤。铁器铺的巴里有脚蹼，但却依旧能做出铁器。名为丹的正常青年胸口长着他凶残的妹妹，还以为汤米能明白缺陷并不影响他成为自己，结果这个傻孩子还是想要一件能遮住腿部不让人看出来自己是瘸子的摔跤服。做好了摔跤服的汤米就这样甩掉了自己的好朋友，却和之前两个小基佬一起。警长被母亲要求不准看那对在餐厅依旧卿卿我我的奇葩，场面逐渐混乱。琳达彻底放飞自我，律师看到琳达的样子，决定采取极端手段，给了老爷子2张摔跤比赛的票。而刚才误把贝弗利误认成勾引对象的墨镜哥直接惨死于腌黄瓜手下。摔跤比赛现场，古德曼看破坏王直接化身气功大师，闪电5连鞭，挨都没挨到，却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直
呼废，没想到被气功王听到了，古德曼只有尴尬上台。汤米看到了老爸，赶紧跑下去准备救他。古德曼一副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却视而不见的模样，老练地站在台上，被琳达追着锤的贝弗利站上台撞了古德曼一下，破坏王就这样被打倒，全场都在为古德曼欢呼。老爷子忽然看到琳达头上的红外线，意识到极端手段就是杀掉琳达，殊不知狙击手早被腌黄瓜干掉了，穿着摔跤服实在碍事。为了救爸爸的汤米直接脱掉了衣服，一片混乱中，琳达的大逼兜给到了老爷子脸上，脑袋里忽然想起了昨晚的奇妙经历。琳达其实和自己什么都没干，而是与充气小玩偶结婚，还有洞房。琳达也决定和老爷子离婚，因为老爷子影响了自己和闺蜜的关系。小汤米上台一脚踹在了无敌破坏王的腿上，结果对方直接咽气了。原来这些肌肉都是假的。倒霉的律师刚走到楼上杀掉了那个差点干死自己的狙击手，就被警长抓了个现行。腌黄瓜当然是老谋深算，甚至把墨镜哥的死也推到了律师的身上。警长终于完成大案，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甜点。只有老爷子在睡醒后发现自己和丹的妹妹度过了美好的夜晚，又是迫害老爷子的一天。